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？那些年轻时风风火火的人，到了晚年反而过得一塌糊涂，而那些年轻时不声不响、踏踏实实的人，晚年却活得从容安稳。你说这是不是很奇怪？我常说55岁到65岁这10年是人生当中最关键的10年，你把这10年处理好了，后面的路就走得稳。你要是把这10年搞乱了，晚年恐怕真的要吃大苦头。但我先不告诉你原因，你跟着我的思路往下走。很多人以为晚年过得好不好，靠的是钱，靠的是子女，靠的是运气，其实不是。这些外在的东西固然重要，但真正决定你晚年是凄凉还是幸福的，是你在这10年里有没有做对5件事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规律。我见过太多人用亲身经历印证了这个道理。易经64卦里有一卦叫做损卦。损是什么意思？损就是减少舍弃，做减法。这一卦告诉我们，人生到了某个阶段，不是要继续往外扩张，而是要往内收敛，损掉多余的消耗，损掉不必要的折腾，损掉那些让你身心俱疲的东西。你损得越干净，你后面走得越轻松。损卦的卦辞说，损有福原吉，无咎可增，利有攸往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真心诚意的做减法，不仅没有过失，反而能够带来大吉大利。这告诉我们，55岁以后不是要你继续加法人生，而是要你开始做减法人生。你减对的地方，你的晚年就顺了。易经还讲天地之道，不过阴阳2字。年轻的时候阳气旺盛，往外闯，往外争，这是对的。到了55岁以后，阴阳开始转换了，你要开始往内收了。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到了该收的时候还在拼命往外冲，结果把自己的根基都动摇了。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人，50多岁身体还好，事业也不错，家庭也和睦，结果65岁以后突然就垮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关键的10年没有顺应天时，没有做对该做的准备。我给你讲一个历史上的例子，范蠡这个人，各位都知道，他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，立下了不世之功。但是他做了一件很多人想不到的事，他攻城之后主动退出，带着西施泛舟太湖去了。为什么？他走之前留下一封信给文种，说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勾践这个人可以共患难，可以共富贵，你不走，迟早要死在这里。文种不信，结果果然被勾践刺死了。范蠡走了以后，去经商，3次成为巨富，3次散尽家财，最后在陶地安度晚年，被后世称为陶朱公。你看，范蠡懂得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，懂得什么时候要往外走，什么时候要往内收，这就是损卦的智慧。他在最高峰的时候做减法，反而保住了性命，保住了幸福。文种在该退的时候不退，结果什么都没了。这个道理放到今天一样适用。我认识一位老臣，他年轻时做生意做得很好，50多岁的时候手上有不少积蓄，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慢慢收手，好好规划晚年了。但他不甘心，觉得自己还能再拼一把。听人说某个项目很赚钱，就把大半辈子的积蓄都压进去了。结果钱没了不说，身体也垮了，整个人一下子老了10几岁。到了65岁那年，他跟我说，曾老师，
我现在才明白您说的那句话，该收的时候要收，该停的时候要停。当时不听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各位，你看，这不是运气不好，这是他在该做减法的时候还在做加法，违背了阴阳转换的规律，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。那么这5件事到底是哪5件事？我一件一件告诉你。第一件事，你的身体要进入新的节奏。55岁以后还用年轻时候的方式对待身体，这是最大的错误。我见过太多人就犯这个毛病，觉得自己身体还好，还能折腾，结果折腾出一身毛病。中医讲阴阳平衡，年轻时阳气充足，可以消耗，到了这个年纪，阳气开始收敛了。你要懂得养，养不是拼命吃补品，而是让身体找回它自己的节奏。你看那些真正长寿的老人，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生活特别有规律，几点起床，几点吃饭，几点休息，都很固定。这不是他们刻意安排的，而是身体自然形成的节奏。你顺着这个节奏走，身体就舒服。你硬要打乱这个节奏，身体就会跟你过不去。我认识一位老先生，他50多岁的时候还坚持每天跑步，而且跑得很快。他觉得要维持年轻时候的状态，结果有一天跑步的时候突然晕倒了。虽然没有大碍，但从那以后再也跑不动了。后来他跟我说，他终于明白了，不是年纪大了不能运动，而是要换一种方式运动。他改成每天散步，走1个小时，不快不慢，很舒服，反而身体比以前更好了。这就是顺应自然的道理。你硬要跟身体对抗，身体最后一定会反抗你。你顺着身体的节奏走，身体反而会配合你。还有一点，我必须跟各位讲清楚，55岁以后，最影响健康的不是你吃什么，不是你做什么运动，而是你的情绪。中医说，怒伤肝，喜伤心，思伤脾，忧伤肺，恐伤肾。你每动一次情绪，身体就受一次伤。年轻时生气发泄出来就没事了，到了这个年纪，生一次气可能要好几天才能平复。更严重的是血压升高，心脏负担加重，睡眠受影响。所以养身体，第一件事是养心。古人讲形神合一，你的心安了，身体自然就安。你的心乱了，身体再怎么保养也没用。老子说，致虚极，守笃静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学会让自己静下来，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做，而是要你把那些不必要的消耗停下来。很多人把自己搞得很累，不是因为做了很多事，而是心一直在动，一直在想，一直在操心，这样迟早出问题。损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你要损掉那些过度的消耗，损掉那些不必要的折腾，损掉那些让你身心不安的东西。你把这些损掉了，身体自然就轻松了。身体轻松了，精神就好了。精神好了，你才能把后面的路走得稳稳当当。第二件事，你的经济基础要稳住。说到钱这个问题，很多人觉得俗气，但我要告诉各位，人到了晚年，如果没有经济基础，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。这不是贪财，而是说你要有能力照顾自己，不去麻烦别人。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修身排在第一位，但修身需要什么？需要你有一个安稳的环境。如果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，你怎么修身？如果天天为钱烦恼，你的心怎么静得下来？55岁到65岁这10年，是你重新整理财务的最后机会。
过了这10年，收入来源基本就固定了，不太可能再有大变化。所以要趁这10年，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。什么叫准备好？不是说你要赚多少钱，而是让自己的经济状况变得可以掌握。你知道每个月有多少收入，知道每个月需要多少开销，知道有多少储蓄可以应付突发状况，这就叫掌握。易经讲，君子以俭得避难。到了这个年纪，要学会节俭。节俭不是小气，不是吝啬，而是你懂得什么是必要，什么是不必要的。把那些不必要的开销省下来，经济压力自然就小。钱这个东西，到了晚年，它的意义不在于多少，而在于够不够。够什么？够你生活，够你安心，够你有尊严。你看那些晚年过得好的老人，不一定是最有钱的，但一定是经济状况最稳定的。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，也知道自己需要多少，不会为了面子花不该花的钱，也不会因为省钱委屈自己。易经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中道。什么是中道？就是不偏不倚，恰到好处。钱也要讲中道，不能太多，太多了会招来麻烦，也不能太少，太少了会让你没有安全感。恰到好处，刚刚够用，这就是最好的状态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你的钱要简单。什么叫简单？就是不要搞那些复杂的投资，不要碰那些高风险的项目。你这个年纪了，赚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保住钱才是最重要。我常常看到一些老人家，本来经济状况还不错，结果听了别人的话去投资什么项目，最后血本无归。这种事太常见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不懂得守。老子说，知足者富。你到了这个年纪，就要懂得知足，懂得你该有的都有了，就不要再去追求那些该追求的东西。你把现有的守好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我建议各位，55岁以后，你的钱放在3个地方。第一，放在日常生活上，让自己每天过得舒服一点。第二，放在健康上，该看病就看病，该保养就保养。第三，留一笔应急的钱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其他那些花里胡哨的投资，那些看起来很诱人的机会，你都不要去碰，因为你输不起了。年轻时输了可以再来，现在输了就真的输了。第3件事，你的人际关系要做减法。人活在世上离不开人际关系，但是到了55岁以后，你会发现真正重要的关系其实不多。以前觉得谁都重要，现在你会明白，大部分的关系都是表面。孔子说，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些朋友对你有益，有些朋友对你有害。年轻的时候分不清楚，所以什么人都交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应该看清楚了易经里损和益这2个概念。什么时候要损，什么时候要益，要看情况。到了55岁以后，人际关系就要损，不要益。你把那些不必要的关系放掉，你的生活就清净了。生活清净了，心就安了，心安了，身体就好了。这是一连串的反应。我看过太多人，到了晚年还在应付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。今天这个要帮忙，明天那个要照顾，后天又有人找你，搞到最后把自己累得半死，身体也垮了，心情也不好了，这样值得吗？不值得。人到了这个年纪，要为自己活，不是为别人活。你已经尽了大半辈子的责任了，现在该是你休息的时候了。古人讲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真正好的关系，
不需要太多往来，不需要太多应酬，彼此心里有对方，偶尔见个面，聊聊天，这就够了。那种需要你拼命维持的关系，往往不是真正的好关系。我认识一位老先生，他年轻时觉得朋友越多越好，到了老了才明白，朋友再多，而再真一个真心的朋友，胜过100个表面的朋友。所以55岁到65岁这10年，你要做的就是筛选，把真心的人留下来，把不真心的人自然的淡下去。不是说你要绝交，而是自然而然的疏远。你不用勉强自己去参加什么聚会，不用勉强自己去维持什么关系，你舒服就去，不舒服就不去，你想见就见，不想见就不见。这不是无情，这是智慧。老子说，为无为，是无事。到了这个年纪，要学会无为。什么叫无为？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不做那些勉强的事情。人际关系也是一样，不要勉强。还有一点，你要把精力留给家人。很多人把外面的关系处理得很好，却忽略了自己的家人，这是本末倒置。易经讲家人卦，家人是你的根，是你的本。你把家人照顾好了，其他的关系自然就顺了。到了晚年，真正能够陪伴你的，不是那些酒肉朋友，不是那些表面上的熟人，而是你的家人。所以要把时间和精力多留给家人，少花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人身上。有人说，这样是不是太冷漠了？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冷漠，这是清醒。你清醒了，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不重要的。你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最重要的人身上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第4件事，你的情绪要学会管理。人到了晚年，最怕的不是身体不好，而是情绪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情绪会影响身体。中医说，百病由气生，这个气就是情绪。你情绪不好，身体就不会好。易经讲，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情绪要有节制，不是说不能有情绪，而是不能让情绪失控。年轻时你有本钱发脾气，发完了过几天就没事了。可是到了55岁以后，你会发现发一次脾气可能要好几天才能恢复。更严重的是血压升高，心脏不舒服，睡眠受影响。所以到了这个年纪，要学会不生气，不是把气憋在心里，而是要学会不让自己动气。怎么做到？就是要看开，要放下。什么叫看开？就是你要明白，很多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。别人说了一句你不喜欢听的话，那又怎样？别人做了一件你不认同的事，那又如何？这些事情根本不值得你生气。庄子说，智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到了这个年纪，要学会无己。什么叫无己？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太重。你把自己看轻了，很多事情自然就不在意。我认识一位老先生，他年轻时脾气很大，什么事情都要争个对错，什么话都要讲清楚。结果搞到最后，朋友越来越少，身体越来越差。到了60多岁，他突然想通了。他说，以前我觉得什么都很重要，现在我发现其实什么都不重要。这就是智慧。你什么时候能够看开，你什么时候就自在了。情绪管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，就是不要跟人计较。年轻时可能觉得有些事情一定要讲清楚，一定要争个明白。但到了这个年纪，你就要明白，有些事情讲不清楚，有些人是真不明白。孔子说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什么叫忍？不是忍气吞声，
而是你有这个智慧，知道什么时候该计较，什么时候不该计较。到了晚年，大部分的事情都不值得你计较。我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那些长寿的老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很少生气。不是他们没有遇到让他们生气的事情，而是他们不让自己生气。有人说我就是控制不住，我告诉你，控制不住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生气的害处。你要是真的明白了生气会让你少活几年，你还会随便生气吗？佛家讲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一生气，所有的问题都来了。所以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生气。怎么做到？就是要修心，修一颗平常心。什么叫平常心？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你都能够保持平静。好事来了，不要太高兴；坏事来了，不要太难过。一切都很自然，一切都很平常。易经说亢龙有悔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太过了就不好。情绪也是一样，太高兴不好，太难过也不好，要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，这才是最好的。还有一点就是要学会跟自己和解。很多人情绪不好，不是因为外面的事情，而是因为跟自己过不去，老觉得自己这里做得不够好，那里做得不对，这样怎么会开心？老子说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你要先了解自己，接纳自己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你已经做得够好了，不要再苛求自己，不要再跟自己过不去。你放过自己，你才能真正快乐起来。第五件事，你要学会收回你的人情。人在江湖，总要讲人情。年轻时帮别人，这是应该的。但到了55岁以后，你就要开始学会收回你的人情了。什么叫收回人情？不是说你变得冷漠无情，而是你要懂得分寸。你要知道什么该帮，什么不该帮。你要知道帮到什么程度，该停就要停。易经讲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开始独善其身。不是说你不管别人，而是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，才有能力照顾别人。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有些人辈子都在帮助别人，到了晚年自己却过得很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懂得拒绝，不懂得说不，谁来找他帮忙，他都答应，结果把自己累垮了，别人还不一定感激。孔子说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但是很多人忘了另外一句话，你想帮别人，这是你的心意，但你要量力而为，不要勉强自己。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我必须讲清楚，帮助别人要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。如果对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你帮他，他会记得你的好。但如果对方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，你帮他，他反而会觉得你应该帮他。所以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学会看人，什么人值得你帮，什么人不值得，你心里要有数。不是说你要变得势利，而是你要保护自己。老子说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到了晚年，你已经付出够多了，现在该是你收回来的时候了。你要把你的时间、你的精力、你的金钱都留给自己和你最亲近的人。人情这个东西最怕就是没有边界，你一直给别人就一直要，你什么时候停下来，别人就会说你变了，说你不够意思，这是人性。所以你要趁早建立边界，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。有人说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人？我告诉你，到了这个年纪，你不需要在乎会不会得罪人，你要在乎的是你自己过得好不好。
如果一个人因为你不帮他就跟你翻脸，那这种人本来就不是真正的朋友。孟子说，人有不为也，而后可以有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懂得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你把不该做的事情拒绝了，你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该做的事情。我认识一位老先生，他年轻时很喜欢帮助别人，谁有困难都找他，他也从来不拒绝。结果到了60多岁，身体不好需要休养，本来以为那些他帮助过的人会来看他，结果只来了2、3个人。他后来跟我说，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你帮助别人是你的善心，但你不能指望别人会记得你的好。你帮助别人是为了自己心安，不是为了得到回报，这就是智慧。你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不要有期待，你不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也不要有愧疚，你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好。讲到这里，各位可能会问，这5件事哪一件最重要？我告诉各位，这5件事都很重要，缺一不可。但如果定要排个顺序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心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身体、经济、人际、情绪、人情，这些其实都跟你的心有关。你的心稳了，这些自然就稳了；你的心乱了，这些也会跟着乱。易经的核心思想就是阴阳平衡。什么叫平衡？就是你内心要安定，你内心安定了，外面的一切都会归于平衡。你内心不安定，外面再怎么安排都没用。我常常说，人生就像一棵树，年轻的时候树往外长，枝叶长得越茂盛越好。到了中年以后，树要往下扎根，根扎得越深，树就越稳。到了晚年，树不再往外长了，而是往内收，让整棵树变得更加坚实。55岁到65岁，就是树往内收的关键时期。你把根扎好了，后面不管刮风下雨，你都不会倒。你如果根没扎好，外面看起来还挺茂盛，其实一阵风就可能把你吹倒。所以这10年要做的，不是向外求，而是向内修。修什么？修你的心，修你德，修你的性。孔子说，70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到了70岁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但不会越过规矩。为什么能做到这样？因为你的心已经修到那个境界了。但这个境界不是70岁突然就有的，而是你从55岁开始一点一点修出来的。你在55到65这10年当中，把该放下的放下，把该看开的看开，把该准备的准备好。到了70岁，你自然就能够从心所欲了。很多人问我怎么样才能修心，其实修心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，就是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。你每天少生一次气，就是在修心。你每次能够放下一个执念，就是在修心。你每次能够不计较，就是在修行。佛家讲修行在日常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修行不是要你去做什么特别的事情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改变自己。你每天进步一点点，日积月累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变得不一样。易经里面有一卦叫做諫卦，諫卦告诉我们，事情要慢慢来，不要着急。修心也是一样，不是1天2天就能修好的，要慢慢来。你每天提醒自己，要少生气，要多包容，要懂得放下，慢慢的，你就会变成那样的人。有一个故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古时候有一个人去拜访一位得道高僧，问他怎么样才能开悟。高僧说很简单，
你回去以后每天做3件事：第一，每天对着镜子笑一笑；第二，每天对家人说一句好话；第三，每天睡觉前想一想今天有没有做错什么事。这个人回去照做了，一开始他觉得这有什么用，但是做了1年以后，他发现自己真的变了，他变得不容易生气了，他跟家人的关系变好了，他的心也变得平静。这就是修行的道理，不是要你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是从小事做起，从日常做起。到了55岁以后，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，就是要学会独处。很多人怕独处，一个人待着就会胡思乱想。但我告诉你，独处是一种能力，也是一种福气。老子说：致虚极，守笃静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，空下来。怎么做到？就是要学会独处。你一个人静静地坐着，什么都不想，就是在修行独处的时候，你可以听听音乐，可以看看书，可以练练字，也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就是静静地坐着。这些看起来没什么用，其实是最有用的，因为你在给你的心一个休息的机会。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心太忙了，从早到晚不是在想事情，就是在做事情，心一直在动，从来没有停下来过，这样迟早会出问题。所以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给自己留一点时间，什么都不做，就是安静的待着。刚开始你可能会不习惯，觉得很无聊，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这种安静是多么珍贵。易经说：君子以独立不惧，顿事无闷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有修养的人，一个人待着也不会害怕，离开热闹的世界也不会烦闷，这才是真正的自在。人到了晚年，如果还需要依靠外面的热闹来填补内心的空虚，那是很可悲的。真正的快乐不是来自外面，而是来自内心。你的心充实了，你一个人也会很快乐。你的心空虚了，就算周围再多人，你也会觉得孤单。我认识一位老太太，她的子女都在外地工作，1年难得回来几次。很多人觉得她一定很孤单，但她自己过得很开心。她每天早上起来先打一套太极拳，然后吃早餐，吃完早餐看看书，写写字，听听音乐，下午到公园走走，跟老朋友聊聊天，晚上看看电视，然后早早休息。他跟我说，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充实，很满足。他不需要子女天天陪在身边，他有自己的生活节奏，他很享受这种安静，这就是境界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能够享受独处，享受安静。这不是说你不需要人陪，而是说你不依赖人陪。有人陪固然好，没人陪你也能过得很好。反过来看，那些到了晚年还是天到晚抱怨的人，那些心里装满了怨气，装满了执念的人，你去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。不是身体出了问题，就是家庭关系团糟，要么就是孤独终老，没有人愿意靠近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该做减法的时候没有做减法，在该放下的时候没有放下，把自己的心搞得越来越沉，越来越重，最后把自己压垮了，也把身边的人都压跑了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这句话很多人以为是说做好事会有好报，其实这里面还有更深的意思。你的心是善，你的心是清的，你的心是平和的，这就是积善。你把这颗善心守住了，你的晚年自然就有余庆。现在我给各位几条可以立刻去做的建议。第一，从今天开始，给自己的生活定一个节奏。
几点起床，几点吃饭，几点休息，把它固定下来，然后就照着这个节奏走，不要随便打乱它。刚开始可能会不习惯，但是坚持1个月，你就会发现身体比以前舒服多了。第二，每天睡觉前用10分钟做一件事，想一想今天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情，管多小都可以。也许是天气很好，也许是吃了一顿好饭，也许是跟老朋友聊了一会儿天，你把这些写下来，或者就在心里想一想，你每天都能找到值得感恩的事情，你的心就会慢慢变得明亮起来。第三，把你的人际关系做一次整理，想一想你身边哪些人是真心的，哪些人是表面的，然后把你的时间和精力多放在那些真心的人身上，那些表面的关系就自然的淡下去，不需要刻意绝交，就是减少往来，这样你的生活会清静很多。第四，学会说不，这很难，但你必须练习。每次有人来找你帮忙，你先问自己，这件事我做了会不会对自己造成负担？如果会，就要勇敢地说不。你可以说，我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或者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帮你。你不需要解释太多，就是说不。说了几次以后，你会发现其实也没那么难。第五，每天给自己留一段独处的时间，哪怕只有半个小时，就是一个人安静地坐着，不看手机，不想事情，就是静静地待着。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很无聊，但是坚持下去，你会发现这段时间是一天当中最珍贵的时间。今天这番话，你要是听进去了，照着做3年，3年以后再来看你，肯定是个心境平和、神清气爽的人。你要是听不进去，还是老样子，那也没办法。个人有个人的缘分。55岁到65岁这10年是人生的秋天，秋天不是结束，而是收获。你要收获的不只是物质上的东西，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富足。你这一辈子积累的智慧，你这一辈子经历的故事，你这一辈子学到的道理，这些都是你的收获，要好好品味。孔子说70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这个境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你在55到65这10年一点一点修出来的。你把该放下的放下了，把该看开的看开了，把该准备的准备好了，到了70岁，你自然就能从心所欲。命由心造，福自己求。你的晚年是凄凉还是幸福，不是命中注定，是你自己选择的。你把心修好了，你的晚年自然就好。你把心搞乱了，再多的钱，再多的子女也救不了你。愿各位都能从今天起，身体顺应自然的节奏，经济守住该守的边界，人际做好该做的减法，情绪修好该修的平常心，人情建好该建的边界。相信我，只要你用心去做，3年5年之后，你会感谢今天听到的这番话。